算关键时刻，美国这一次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已经吓坏了全世界。结果，川普说什么？不够，还不够。这种军费怎么可以这么低？我们要增加，还要增加到什么地方？2027年，他说我们要增加到1.5兆。1.5兆是什么概念？1.5兆美元什么概念？是台币48兆。台币48兆这么高额的数字，台湾一年的总预算也才3兆台币，等于什么？我们要用我们16年的总预算才能换到美国一年的国防预算。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对，没错。事实上，这一次川普人不是轻松的把马杜罗抓走吗？但抓走之后，你知道他现在不满足于此，照你知道他说什么？我们要 build the dream military， 我们知道过去篮球有所谓篮球梦幻队，棒球有什么棒球梦幻队，现在是美军要个梦幻美军啊！梦幻美军。对，所以他就说，我们不好意思哦，我们这个今年的预算呢9000亿，我们明年呢我们要什么1兆不止，他说直接要把它拉到1.5兆。所以1.5兆来说，你看更重要的是，无论敌人是谁，这支军队都将保障我们的安全啊！那1.5兆美金哦，这是美金哦，美金我们简单乘以大概31左右，是折合新台币是48兆。48兆来说的话，刚才赵侯有讲嘛，我们一年总预算3兆的话16年，等于是人家美国为了国防一年花的钱，是我们台湾政府16年的总预算。那你想说，我们台湾也不是小国啊，我们台湾在全世界经济也是排13、14，我们16年的国家经费才只能够美国一年的这个国防预算，你就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夸张的一个数字，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那我跟他讲，那你要国防预算那么多，那你总是要有个敌人啊。那英国还做了一个这个报道，说什么，你们美国人呢未来想要把谁选定为下一个目标？你仔细看到照片，你看第一名是伊朗。再来是俄罗斯、Cuba、North Korea、China 这些未来都是我这个 Dream Team 要打击的对象啊。那我跟他讲，那我就说这个钱花下去之后，我跟他讲难以想象。我怎么难以想象？你看这一次抓马杜罗这么轻松，几年之后搞不好抓习近平是根本是秋定泥干一样简单呐。松哥，我真没办法想象这1.55兆这个钱花下去已经非常猛了。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次2026年抓马杜罗这件事情是。在美国美军西半球36年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没错。最可怕的是什么？是，美军每一次一出击，我们都已经知道美军很强，对。但出击之后，我们想说，大家觉得原来你强到这样，你扯爆了。对，没错。我们来对比2个场景，这次他是这个抓马杜罗，对不对？那事实上，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军也曾经有抓过一个人，那就是前巴拿马的总统 Noriega， 对，当时是老布希。那老布希当时，我们讲这一次的这个美军是浩浩荡荡，什么150架飞机，然后几个人过去就把它搞定了，好，这样轻松。你知道当时他发起叫做正义事业行动，跟这次的绝对决心2个都是一样哈。当时有27000名的巴拿马美军的空降巴拿马。对，然后呢，当时这个15天之内抓了这个 Noriega， 那当时的有部分的美军的这个战车还有飞机损害，甚至当时有美军阵亡哦。但这一次呢，没有任何美军阵亡。36年前27000名，对，36年后200名，对，没错，而且没有人阵亡，没有人阵亡，而且他花了15天，36年后他花了2个小时20分钟，是。140分钟是把你处理掉了，所以你说抓他只有5分钟就把他抓走，所以那事实上你对比2个状况，1989年的美军跟2026年的美军，你就知道完全截然不同。好，那这是现在哦，照1.5兆再投资下去之后，美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完全无法想象。所以我跟他讲，这个金额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瑟瑟发抖了，应该是俄罗斯跟中国2个都说好啦，你捞多，我们永远无法跟你拼的一个状况了啦。而且我们刚刚在讲，这1.5兆下去，他真的要搞一个这种梦幻队，对，篮球的梦之队已经很强了，是，真的要搞一个梦幻队。对，没错。我们事实上，如果大家有看这个1992年呢，当时的这个梦幻队第一次美国篮球 NBA，用碾压来形容，摧枯拉朽。那他未来现在美军已经是梦幻队了，问题是现在1.5兆砸下去，那是梦幻中的梦幻，那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团队。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现在的这个美军哦，这个是2024年哦，你看当时的美军是这样，好，它的国防预算，它已经是后面9个国家的总和咯。那这是现在，这是这是9000亿哦，未来1.5兆啊。我跟你讲，1.5兆简单来说啊，几乎是全世界的总和啦，就是全世界各国的总和等于美军，就这样子。这边很多有中国、俄罗斯、德国。
印度啊、印度、英国啊、沙特阿拉伯、乌克兰、法国，没有它多，对，没有它多。那这是现在，那1.5兆下去是全世界都没有它多。好，那我就跟他讲，那川普现在真的是压起来了，压起来了，他现在越做越疯狂。我看他说，他今天签了一个行政命令，说我要退出66个国际组织，其中有31个跟联合国相关。他一直说联合国不好啦。未来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赵总，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未来就是反正听我美国，我美国就是你看支持以美国优先的相关组织，所以你只有听我的，联合国那个都没用。我未来就是世界的 King of the World， 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哈。那我跟他讲，美国为什么有这个能耐呢？说真的，他这次砸那么多钱，因为他这次的意思让大家意识到美金啊其实很重要。对，你看他福特号也是花了很多钱的一个航空母舰，这个造价要好几十亿美金。另外，他出动150架飞机，对，150架 F-22、F-35，那都是贵松松的飞机啊，那油料，对，而且你飞出去，你还有被击落的风险，是你还要去保养，对，没错，150架说飞就飞，回来还要再怎么擦拭，对，那都花很多钱哎，好，那最重要的还有美金嘛，他这次不是花了5000万美金吗？收买了一些间谍，所以你看钱，包括里面的这个瓦罗给啊，对你这个马杜罗人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非常清清楚楚啊，甚至军方的人士啊，我都给你渗透进去啊，对，很多将领都完全渗透进去啊，所以呢，搞不好他们副总统被他收买，就这样啊，所以他这一次这么轻松，就有强大美军，有内应这样的状况，就是我才说嘛，美军跟美金是变成是美国强大最重要的两个支柱，他根本是把钱直接砸到委内瑞拉去，我把你砸死的，对，没错，就用这样的方式嘛，哈，那我们要讲，你看，他就说什么？他昨天发了一个 True Social， 他说你们现在承接我们美国国防预算的这个厂商，你给我知道，他说什么？你们呢不能够再发股利给你的投资者，而且你不能够用钱来买回你的这个所谓的股票，你要怎样？你要给我快速的生产，他说你要给我快速的生产武器，然后准时的这个交付给我们的这个装备，然后他禁止他们发股利或是回购股票，钱都不要花到其他地方去，你就给我增加你的工厂，给我增加你的生产量。他还说他命令这个战争部，他就说他已经告知雷神你实在是太差了，你们全部都给我动起来，不要想着赚钱，对，没错，给我生产就对了，对，没有错。然后他就要求说，这个所谓赫格盖赛斯，你给我监督。好，那为什么？因为洛马 F-35一延再延，对。然后诺斯洛普设计管理的1400万美金的什么哨兵洲际飞弹系统来说也延宕。所以呢，川普很不爽嘛，哈。那这样川普这样一讲之后，你知道很有意思哦。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因为他说这些军工股你给我卡碎一了，就你看这个真的是云霄飞车，这是爱国者飞弹的雷神公司。川普一讲说他股价重挫，那你看这是洛克希德马丁一重挫，然后这个原本的诺斯洛普重挫，然后这个通用电力重挫，可是为什么后来又翻起来了？今天早上又翻起来，全部翻起来，因为川普的1.5兆，所以我就说，你看赚钱了，所以我就怀疑说，川普是不是又在这里面上下其手，在下面的时候，空单回补之后再上来，多单又在给我偷抄底，对，我不知道是这样做，所以你看，川普现在，我跟他讲，川普现在不止影响国际的局势，他一句话影响所有华尔街的走势，他真的是太厉害了哈。那我跟他讲，那为什么现在他要他批评之后，果然我的功啊，有些人呢就是不打这个叫不醒，他现在一打就叫醒。你看洛克希德马丁，那 Lockheed， 然后马上就说，我已经跟这个国防部达成协议了，对，战争部，他说我准备把爱国者3的飞弹的增强型的呢这个武器呢，我要增加到年产量到2000枚是目前产量的3倍。他是说我们用前所未见的生产速度，然后我们也按照我们国家还有盟友的要求速度。这个交付，然后同时为纳税人和我们的股东创造权益。你看，他把国家跟盟友摆在前面，然后纳税人跟股东摆在后面。所以有意思什么？后来川普老大，我听他列威，就这么简单。他还释出的影片是说，我们未来会在 AI 工厂里面，这就是爱国者飞弹的组装嘛。他说我们会在 AI 工厂，这就是他们的 AI 工厂。对，我们未来会跟这个 Gemini 合作，然后要做一个 AI 工厂，会加快这个速度。对，所以这就是川普要你投资，因为你要投资工厂，对，你就不能够发股利，所以也难怪他会说什么，我现在要把我的这个所谓的产量，我要吹到我现在3倍多。对，没错，就我要靠我的 AI，对，全部追雷了。用 AI
工厂，或者说用什么虚拟孪生，可以让整个产能可以增加嘛。好，这就是它的计划。另外还有雷神公司，雷神公司是被点名嘛，所以雷神公司它也这个不是不长眼，马上你看就丢出很多宣传照，然后他就说老大，我们最近已经用这个机器人制作我们海军的新型的 SPY6的雷达我们用机器人在投入了，所以你看我们雷神公司也是谨遵这个川普大大的教诲这样的状况，然后他说你看我们用机器人来组装我们的飞弹。所以你看，他现在，所以他说这一波的美国国防工业会怎么？这个川普要求他投资什么？无人 AI 工厂嘛，对，然后包括投资所谓机器人工厂在这里面，那这样产能就可以加快速度。那我问你，那1.5兆我要买武器，我会跟谁买？我们跟自己人买。对啊，那就是你要生产出来啊，不然我军事经费增加这么多，你没办法生产出来怎么办？所以这两个其实是绑在一起的。好，那我来讲，那这一次的这个委内瑞拉之战来说的话，我觉得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因为他永远都在试他的新武器。对，那为什么试他的新武器？你看这一次，这个委内瑞拉的科技部长 Ramirez 他就说：“我们发现到美军在绝对决心的行动中间呢，他违法攻击我们首都的这个研究所。我们研究所有什么物理、数学、化学、生态和核子研究所5个中心都被他打掉了。他说你用着2枚的这个飞弹袭击，你看他还捡到这个嘛 ？AGM-154C 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空对地的打击飞弹。”它等于是怎样？等于是美国的空军飞过来之后呢，它发射这个飞弹，因为为什么？它这个是一种所谓空对地的飞弹，它可以联网，可以联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联网之后，我可以很精准的击中，因为它一直联网啊，对，所以我一直可以导引它，然后它射程可以100公里左右，所以它完全是把 ACM-154C 对拿来对这次委内瑞拉，我在这 C 型对啊，我拿来试刀，牛刀小试嘛，所以你看试了之后呢，果然满意。那我跟他讲，我跟他讲，这是要给谁看？你知道给谁看？给未来的买家嘛。他就跟你说你要不要买这个 AGM-154？台湾你要不要买？日本你要不要买？你说这有实战经验，你看一下这一次我们打这个，那你有没有？你就信啊，这是不是真的那么强啊？对不对？好，那还有什么？还有福特号啊。福特号，他这次也来这边实战啊，对不对？福特号也来秀一下，所以我就说这一次真的非常厉害。福特号说什么？我们有这个，我们持续在外海支援这个情报系统，还有电子作战的一个状况。最重要是什么？电子战的资源。对，那他第一次介入实战啊，所以跟你说，你看美军的新武器都来给亮相，对，那你更不用讲。那我说这一次除了美军的这个新设备之后，我觉得美军的训练真的没话说。我觉得其实美军最重要就是人的训练。为什么人的训练？我们不是说他们这次搭载这个三角洲部队的这个直升机一开始进去吗？对，在进去的时候，在靠近马杜洛的这个藏身地方的时候，他们马杜洛的随身人员发现他说他们其实有反击，对，反击的时候打到他们几个飞机嘛，那甚至还有一架飞机的这个驾驶。第一台是什么？第一台是契努克的直升机，对，他就进去了，对，然后哒，他就被攻击了，对，被攻击，然后他有中弹，不止他中弹，不止飞机中弹，知道？那个飞行员也中弹了，他中了3枪，腿部中了3枪。那照理说腿部中3枪，你又我要这个成为伤病，我到后面去，没有，他继续在那边开，然后完成任务，然后回到美军之后才去包扎疗伤。这个就是他们厉害，太凶了吧！他中3枪，他也是把人载到那里，对，垂降下去。各位，我要回去了。对，就这样，血一直流，对啊，很厉害。我就这是美军，要是我中弹，哇，不行，我要赶快去休养了。他们这样，所以你知道他们厉害的程度，就是美军的素养。所以我才说美军也是相当强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美军这么强之外来说的话，事实上这几天我们不是要讨论一个事情吗？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不是在北大西洋拦截了一艘游轮吗？拦截一艘游轮就是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马瑞尼亚号，对不对？他是这样，我跟他讲，大家完全非常傻眼。为什么非常傻眼呢？他抓这个马利内拉号的这个飞机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看到吗？是小鸟直升机，对。那小鸟直升机来说话，事实上大家都说，你飞机从哪里来？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军的旁边有什么飞机在这边。你看，这就是小鸟号的飞机。它是可以快速的垂降，很小一个对，但是因为我们就你看它这个身形这么小，你也知道说它没办法载太多。虽然说官方有说了它的航程是400公里，但是你知道在北大西洋那么大的大海里面，你根本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样。看到这是一个军事媒体特别去报这个，是他形容什么？这个小鸟号就是所谓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他说他根本是神出鬼没。对，没错。小鸟号我们都说它已经小了嘛，是它油量怎么可能会这么多？是，它是北大西洋去拦截。是啊。它到底哪里来的？我们看到，因为它常常在那种所谓狭窄的城市里面飞啊，或者怎样，所以大家说，为什么说它神出鬼没，好像鬼影一样？
你看这是小鸟号在那边飞，对飞过城市的这个建筑物跟建筑物中间，那就是神出鬼没嘛，对不对？这样一个状况，那然后可以在这个所谓城市里面飞，然后可以给我飞到这么远的北大西洋。那它到底从哪里来？哎，现在有几种说法，因为当时的时候不是还有英国的这个舰艇有帮助，对，然后还有美国的这个所谓海岸巡环队的这个舰艇在那边，跟后期它从舰艇起飞。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这样。因为他们有这个空军的这个特种作战部队的这个 MC-13栋的这个加油机，这加油机可以运输2架，所以搞不好它是开的时候呢，让它从这边飞出来，或者是说它有这个更大的这个西式的这个可以搭载5架，到底是怎么飞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飞机这样神出鬼没，我以后这个所谓的这个游轮啊，看到它出来，不是吓一跳，因为美军又要来抄我们的游轮了哈，然后你就知道美军真的太强大了，连我要抄你什么时候你都不知道。好。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们刚才不是说吗？美军的这个作战能力很强，武器很强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厉害的。照人家他们这次不是就是说，他们这次集结的地方，他们不是说飞了150架飞机吗？150架飞机，你以为是从譬如说从这个我们的新竹基地起飞，然后一直起飞一直到，这样大家可以分毫不差的抵达？没有他们从不同地方来有从美国本土的。然后有从这个多米尼加的，对，有从这个波多黎各的，然后也有从这个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的，然后也有从这个所谓福特号的，然后也有从其他，一起同时间抵达集结，然后大家一起完成。你以为这个很容易啊？这个超困难的。这美军演练过这么多，而且你要150架，而且它有先后顺序嘛。先是 B1 轰炸机到了那边，然后紧接下来是ES-8G，然后 F-35，它要这样子完全的完全分毫不差的抵达，我觉得这是恐怕也只有美军才做得到。这太所以来跟你讲，他在这一次的空袭能力来说，我在说我们看的不是只有他武器那么精良，其实他更厉害的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做到分毫不差，那才是美军真正最厉害的实力。宇轩，我们刚刚特别强调，追踪了2个月的游轮，最后的2周之内，我管你俄罗斯的潜舰在旁边，我管你俄罗斯的舰艇在旁边，我照样把你抄了起来。心想，美国也太敢了吧？为什么敢？委内瑞拉别忘了，它是集所有邪恶轴心最精华的，我一样，老美一样把你抄掉。那你中俄的东西算什么？我要把你处理干净的。照我跟你讲，这场面实在太血淋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美国它的欧洲司令部突然间发布一个消息，而且还把影片呢，你现在看到第一人称视角直接给你看，这个是什么状况？也就是他们要去拦截委内瑞拉的相关的一艘真力油轮，而这个油轮就疑似说一直不停的把油运到俄罗斯，叫做贝拉1号。那因为呢，这个贝拉1号曾经在过去就被美国长期的追踪是逮过一次，但那时候他们还挂上虚假的，也就是假的国旗，也就是俄罗斯的，所以被逮到之后呢，他还因此特别再把它改名叫做马里内拉号，我们知道接下来就简称叫做贝拉1号。那改名它不只是这样哦，俄罗斯官方还是什么，还给他授权，还给他名称，还给他相关的 AIS 航级登记，就美国管都不管你，我就是要抓你。所以最后联合行动的时候，你看哦。这是美国的船，小小一艘就在旁边而已。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相关的油轮，贝拉1号这么大一艘哦，美国这么小一艘哦，动都不敢动，就是拎北你卡你垮，对，夸你喜别安娜，我就跟着你，天涯海角千刀万里追。结果你知道吗？最后啊，这艘船一直跑，但是美国在跟英国合作之下，还是登上船。而且你知道登上船之后，他还特别写，你看哦 ，Marinera 就是特别的改一个名字，明明就是贝拉1。登上之后来，各位，为什么我说血淋淋？你自己看这张照片，这个是什么？这是俄罗斯的潜艇，对，还浮上来嘞。对，而不止潜艇哦，旁边还有一艘什么舰艇，你知道吗？俄罗斯派的潜艇。派了舰艇在这艘贝拉1号跟紧就是要保护它，把这个油运到俄罗斯，保护它不受美国的侵犯。我跟你讲，各位啊，实力直接摊在阳光底下了啦。你派什么来都没有用嘛，因为美国知道什么，你不敢嘛，那我敢嘛，我敢登上去嘛。来，你看直升机，对，开始说人要空降锁定你，然后人呢开始抵达之后呢，一个一个垂降下去。那垂降下去之后，你知道干嘛吗？马上拿相关的军事跟火力开始往它的相关的中控室。一路就这样爬上去，所以你看哦，都是美军，美军哦，而且是整装待发哦，带10枪10弹的哦。开始登陆进去之后呢，到了最顶点之后，直接破门而入。那你想想看，这个过程当中哦，我们刚才讲的是俄国，这是中国，2个大国号称说要跟美国对抗，来，他们敢不敢做什么？装作没事啊，好像这件事情是空气根本不存在啊。所以你知道我说这个多难看。
这个打脸到这种地步，而且你知道，美国不是只是1天2天而已哦，早就长期在跟锁。比如说，你像这个 KC-135，像这个 U-28A。以及呢 P-8A， 也就是美国早就派了大量的，不管你说征收机，或者是侦察机，或者是呢我们讲的这种专门的航海巡用的海巡机，在你的空域里面不断的在追踪你的。来，各位你看啊，这真是千刀万里追。这是原本索菲亚最早不是贝拉号最早被发现的地方，后来到委内瑞拉这边是什么时候呢？12月21号。那时候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美军盯上了，所以他开始发放求救讯号，跟他周边，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所谓的潜艇，有所谓的舰艇，这时候跑到旁边半飞半航，结果呢也没有用。那最后他自己干脆把讯号直接关掉，关掉之后呢，你知道吗？到了1月1号的时候，突然间嘣一个靠近我们讲的俄罗斯的这个地方，突然间滨海又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这时候要回去了嘛，他赶快求救了嘛。结果到1月7号的时候呢，本来是一直往北开，突然来一个鬼转，美军知道之后，好，该是时候，人就直接上去。美国你说不管 Coast Guard 或者美军就直接登舰。所以各位你知道吗？这2起行动它的特殊性在于说，这已经无关美日了，而是美国敢直接对中国跟俄罗斯宣战，但是俄罗斯跟中国不敢说这叫战。所以你知道气到俄罗斯的国会议员这叫阿列克谢，他说什么？说我们应该鱼雷报复啊。把美国军舰击沉啊，跟他呛虾，人家这个已经是战争行为啦，弄到我们啦。就普丁有没有？地表最强壮汉没有，讲都不敢讲，只敢发一个声明。各位，美国已经把人都扣走了，船员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扣到美国。他说，任何国家无权对这我们讲正式注册的船舶使用武力。他还有下一句，你知道什么？说把人还给我。天哪，怎么变成这样？很丢脸啦！你违法！我想说好奇怪哦，最不讲法律的中国讲国际法，俄罗斯跟你讲说，也跟你讲说，这个航海上我们有这个相关的权利，但是我讲委内瑞拉内部也是到现在还是不太平静，你知道吗？你看看到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绝对是权贵，他感觉过得特别优渥。这个肚子是我们2个加起来的好几倍大了。对，然后宰相副理能撑船，他可以当5个宰相。他说任何美国的走狗，别想对我们发号施令。然后川普有理你吗？发一个贴文说 I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Venezuela is going to be purchased only American made product， 什么意思？委内瑞拉要来买美国的东西，对，而且我们有20亿美元的协定，那他们要用什么来付呢？没关系，石油全部都给我们，就可以来付货款。所以川普直接跟你讲3000到5000万桶，专包弄挖对，而且呢，我没有要付钱，我要给你什么？我要给你农产品，我要给你药品。我要给你医疗器材，我要给你升级电网设备。换言之，他还要在那边大干一场，搞基础建设，这是不是又是钱？他太厉害了吧！他直接把石油拿了回来之后，你去买我现在最需要卖的东西。对啊，再拿回去你委内瑞拉，哇！川普太厉害了。全部都由谁来控制？川普一个人，不是美国，是川普一个人。它可以控制整个半球的石油。那控制半球石油，因为现在石油每桶价格大概56块，那50块是我们讲石油的一个基准线，也就是你跌破那个基准线之后，基本上都会赔钱。而这个价格来，照我问一件事情因为它现在持续的走跌，那川普等于是他是不是想喊高就喊高，对，想喊低就喊低，对。但他控制石油等于变相控制，你知道什么吗？他最在意的通膨。他不是就是要控制他国内的通膨吗？我的油价越低，我人民过得就越爽，对，越爽，我共和党，我川普，我民调就会高，我可以继续执政下去了。对，所以这才是他政略目标嘛。我们这一直在讲说殖利率，讲说石油的价格，讲说通膨。未来川普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在手？等于说他对于他国内呢非常的有把握，而且未来掌握之后呢，在川普担任总统的任内，这个石油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大。美国呢完全懂了，这个所谓的1.5兆的军费。就从这边来的嘛。对，昭和，我们两个人假载告载。什么叫假载告载？也就是我从你中国那边课征一大堆关税，然后我把这个关税拿来买军备，再来欺负你中国。我从你去对付你这些委内瑞拉的人呢，然后是透过我的火力，但是透过我的火力之后呢，我再从你那边得到的经济资源来把干嘛？变成是我自己的资源，所以各位啊，以前都在讲说美国叫做世界警察专门维护世界的和平。现在你终于搞懂了，川普有新的规则，他现在变成什么？世界暴徒，谁我看不顺眼，谁得罪我，我就惩罚你。而最后规矩规则都由川普这个暴徒说了算。廷伟，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关键，1.5兆台币，多少？48兆，开玩笑也太高了吧？结果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哦。这一次委内瑞拉哒这样杀进去，最关键是什么？三角洲部队，尤其什么
一个人他身价至少好几亿，因为那养他一个非常贵。像我终于懂为什么会这么贵。你看到哦，除了三角洲部队要打马赛克之外，我有没有看错？连狗狗，来，我们往前看，这不是我们打的哦，这个是美国的。他们打的，帮狗打马赛克。对，因为这是狗还在服役当中哦，所以基本上也不能让大家知道说它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哦，否则它有可能被暗杀的可能性。狗也被暗杀。对啊，你知道，因为这些狗它们常常都立大功哦，因为三角洲部队哦，以前川普曾经不小心释放出一张。这一只军犬的照片，对，这只军犬就是右边这一只。那这一只来讲的话是比利时的马犬哦。那你知道以往大家都用德国狼犬，对不对？但是这个三角洲部队特别就是喜欢用这个比利时狼，因为这个毛比较短，这只很可爱呢。对，然后它的这个比较灵活度也比较高一点。那这一只犬呢，就是上一次在什么去击毙 IS， 就是伊斯兰国的这个领袖巴格达底的这样的一个战役当中呢。唯一一个三角洲部队有受伤的一个成员，对，而当时呢，照出了这张照片之后呢，他又立即去进行医疗。那医疗完之后呢，大家问说这只犬叫什么名字哦？那个川普说这是秘密，也不能跟大家讲，因为这些都还在服役当中哦。对，所以他们很喜欢用这种军犬。那你不要忘了哦，这些军犬它是随着三角洲部队的一起从6000英尺的这个高空当中那个所谓的跳伞，一直跳到这个地面上去执行这个他的任务哦。那这一张照片来讲的话，现在刻意的就是把那个军犬的这个扭曲变形的原因，就是说不让大家知道之外，你看到所有三角洲部队的成员当中都给你马赛克，对，因为当时来讲的话，在逼那个所谓的 IS 的领袖来讲的话，直接进入到地洞，而这个进入到地洞的这个 IS 的领袖呢，他发现到说自己无路可逃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洞当中自己引爆这个炸弹了，然后自杀。所以其实是这一条狗呢逼这个 IS 的领袖进入到地洞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动作比这个部队的成员还要神速哦。那因为这个 IS 领袖也知道说，就算是我出来，也有可能被这个军犬把它咬死哦。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些军犬其实就是在战场上面会立大功的，而且他们嗅觉当然大家知道说非常灵敏。那他们本身来讲也是有所谓的阶级啊，有俸禄的哦。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三角洲部队其实是所谓的精英中的精英。对，为什么呢？有人说，如果三角洲部队来讲的话，它是在执行秦王斩首任务来讲的话，那如果这个海豹部队呢，可能顶多就是扮演一个拍片的角色而已哦。这个海豹部队当然大家也知道说非常厉害，但是呢，它平均每一位队员的这个受训的这个成本呢，将近是20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左右。那你知道三角洲部队受训的成本呢？一个人呢就是3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他基本上随时随地，他不是用什么用喇叭啦、制造枪声啊，他必须实弹射击。对，所以随身随地都要用实弹射击来等待，而且随时 stand by 来。国家有任务来讲的话，他马上就出动。对，所以现在三角洲部队现在这一支可能。包含习近平很望风而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专门在执行所谓的斩首任务的。那现在话说回来，刚刚我们提到川普好了，川普现在你知道他的1.5兆美元，大家说可能拿了委内瑞拉石油，但是也有其他的裁员是从什么？今天他宣布了要退出35个所谓的非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对，又退出了31个跟美国国家利益相违背的这个联合国的国际组织，那你知道这就可以省出多少会费了吗？你包含像你看现在联合国在执行维和部队的这个1年，大概美国就要拨出8亿美元左右。8亿美元，对，去进行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但是现在全部都修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完全对美国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帮忙嘛。那把这些钱都一个一个省下来之后。全部都去资助这个扩大美国军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金对，所以不是来源只有来自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而已也有包含说嘛，就是这笔挺进来，一笔挺进来。川普准备把多边的部分来讲的话，所有的东西都退出，然后让这些所有的力量全部集中到美国自己的身上，所以把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对我美国利益是没有的，是我全部砍掉。那你我不浪费钱了，对，那你其他全部都去投入军费。那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吗？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期程的话，明年如果川普来讲他的军费增加了5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唯一一次美国军费有增加50%，在什么时候？就是韩战的时候。对，韩战的时候增加50%。那即便连在雷根总统时候，1981年、1982年左右的时候，雷根总统当时发动了所谓的军备竞赛，当时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也增加20%、25%左右而已。换句话讲说，用了1/4的增加预算的力量，让前苏联跟进之后，造成苏联的垮台，对，苏联整个解体。所以这一次，如果川普已经运用了50%，要增加50%国防预算的情况下，中国会不会跟进？中国要不要跟进？他一定会的吧？中国今年，就去年的这个国防预算来讲的话，2025年来讲的话，整个大概是8兆台币。那如果跟川普的48兆台币来相比来的话，根本小巫见大巫嘛。所以现在川普用了这一招，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才不要说把所有的资源分配到那些国际组织去。那这时候大家都会骂嘛，哎，你不出钱，哎，叫中国出啊。中国可以出啊，我有部队，中国可以去出啊。但是中国一出来讲的话，它的资源不是又被分刮出去了吗？所以今天川普走的这条路才是正确的，才是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当他再次伟大的时候，不要说哥伦比亚总统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全部都会对川普称臣的。哎，宇轩，我们这次特别讲到哦，这一次他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上面，美军已经让全世界都吓到，太强了吧？结果现在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那下一个民主外送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刚刚特别讲哦，你看到《每日邮报》他特别去问了美国人做民调，咚，结果怎么样？伊朗第一名，他真的要把民主外送到伊朗去了。你知道我看到这个调查的时候，我心想说你美国人玩上瘾了，对不对？刚才讲说你是暴徒，就美国人还支持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是英国《每日邮报》呢去跟美国人做了一个调查，说，请问一下，下一个你最想搞的国家是哪一个呢？结果他们还进了真的投票，不是。你美国把人家领袖绑架当作日常了，是不是？来，第一名伊朗，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哈米尼哈，第二名 Russia， 第3名 Cuba。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伊朗真的可能会出大事。这个是纳达亚胡嘛？他在跟你讲最近哦，纳达亚胡是不是去到我们讲的这个海湖庄园，跟川普在那边你侬我了，很多天哦。对，密会都不不知道他们两个关系有多好啊，甚至我们讲里亚蒂亚、米亚蒂亚，日也在，两个人如胶似漆。结果回来之后呢，他突然间开了一个国安会报，而且是非常小型、非常机密，把最多的这种高层的官员全部聚在一起之后，开始在讨论说，包括伊朗、包括黎巴嫩、加沙、叙利亚、也门等等。他说：“Ready to go， 开绿灯。”你说这个新消息报竟然爆了这个东西出来，他说纳坦雅胡跟所有人讲说，川普让我开绿灯，对，中东我来出力啊，对，真的假的？而且这是以色列最大的报纸，对，不会有错的，这个就是官派的。他跟你讲说，我爱打谁我就打谁，而且他说，而且我开始制定计划了，来无人机进化，包括对伊朗的空战防空的问题以及之前战争的教训镭射系统、新型武器，全部我们讲把它当做实验场一样，专播上好的物件、上派的物件，专播往伊朗遐弄过。所以你知道吗？看完之后吓死，谁吓死？来，俄罗斯又在跑了，俄罗斯总是在逃跑。跟你讲说，我安排了3架飞机、3架航班，我这些人全部24小时之内全部都撤离。俄罗斯撤离了，那撤离哪里？以色列。他把以色列全部都撤离因为他怕说两边打起来、干起来，到时候我受到池鱼之殃。澳洲直接跟你讲说，公民赶快大家请离开伊朗，请离开伊朗请迅速离开，因为未来可能会有危险。然后大使馆直接给你关门了。那我问你，打真打假的？当然是打真的嘛！所以说这些东西讯号已经出来了，就是跟你玩正经的山雨欲来了，而且它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名气可用。以前伊朗大家都我们讲的支持所谓的什叶派对，这种宗教因素，但现在不是啦。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说，31个省份里面有23个省份呢进行我们讲的暴政抗暴那就你知道现在31个省份里面抗议的省份现在有几个吗？我不多啦我跟你讲就31个。全部31个，原本以为点点有没有？对，现在就全部都点点，对，全部都暴动。看抗议者说什么？最后一战，而且巴勒维王朝即将归来，换言之，他们要君主制。然后你不要讲说是抗议啦，因为街上到处都是这种烟雾啦，跟火花。我跟你讲，这是开火，像战场一样。对，拜托你说这个像抗议吗？明火晚会吗？不是这直接开战甚至是有一些民众你知道干嘛吗？对于这个安全的部队，也就是政府的部队来，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啃九桃，你看啃九桃。但我问你，他是想要用石头夺取他的性命吗？其实不是。
这在这个国家里面代表是一种羞辱，不爽他的。猎巫有没有还记得以前是不是要对女巫丢石头？对但他们现在是对安全部队丢石头，甚至是有这种我们讲的抗议者他把这个政府的单位车子类似运球车。类似抓政治犯这种车，直接肉身，我们想尽办法把你拦截下来。拦截下来干嘛？劫囚。我们之前有讲过，说江湖最后一位肉身劫囚。对啊，以前是江湖最后一位大嫂，现在没有。现在我们讲伊朗境内每一个都是大嫂了，全部都爱怎么劫就怎么劫，甚至是有安全部队反叛他怎么做？他跑到墙壁上开始喷漆，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勇敢，因为他穿的制服。他不是说卸下制服，他喷的漆说伊斯兰共和国不会保护你，是时候该跟人民站在一起。连安全部队成员都要反水了。对，然后你知道甚至有一个省份这个省份呢，我们讲这个是他的警察局长，叫做马哈茂德，他在伊兰沙赫尔这个地方。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来，就你看到的，这是那个局长开的车。对，你知道为什么他车这么便吗？他开自己开的车他被变掉了，当街行刺，当街直接拿这个类似，你看，直接就把它开掉，然后他就整个人撸到旁边去，然后这个人跟讲说，我就是反政府抗议者，他直接去狙击他们的警察局长所以你知道整个事情已经乱掉。而以前我们一直在讲到苏莱曼尼嘛，他是什么？他算是伊朗的这个我们讲精神领袖。为什么他精神领袖呢？因为他殉道。等于说呢，在他被我们讲狙杀之后呢，他们赶快把他立一大堆雕像，然后呢把他神格化，结果没想到这些雕像倒了，对，人就这样把他往下拉，碎了，头部落地，粉身碎骨。跟你讲说，我不再给你玩这一套。还有老妇人，我想老人家这个我真的觉得太勇敢，他直接站出来，他说我已经死47年，意思是说我在这种神学式政权下我根本没有活着。伊朗人不用再害怕了，只有勇气才能让他们获得自由。甚至是有这个跳出来这个大叔，他是一个爸爸，他比他旁边女儿说什么？他说政府恐吓我们，情报部门恐吓我说，如果你敢继续抗议，我就要把你女儿活生生烧死。他说我不怕你，我跟我女儿都将献身于我的人民跟我的自由。换言之，我唔惊死。但是这个东西人民愤怒我是能够理解。这个老人家却让我匪夷所思。对，赵文，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个神学士吧？对，他是什叶派的神学士。什叶派的神学士，对，他是最挺哈米尼的人对，所以长得也有点像，对不对？他直接跟他讲说波斯语他们波斯语讲伊朗人民应该奋起，反抗伊斯兰政权。不是，神学士叫大家反抗神学士政权，他还跟你讲说这个哈米尼是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所以我跟你讲翻了啦。变啦，在整个教堂里面，伊斯兰的神学院里面，你知道吗？他们都对毛拉喊说什么？说 dishonor， 你这个叫献没荣誉，你更校系，你丢脸。他对他喊说，因为你巩固的是这个非法导致我们讲的伊朗人民不幸的一个政权。然后呢，连他们出去外面 U23，就是说23岁比这种足球队，伊朗足球其实还不错。对。然后你看现场大会他们在干嘛？唱国歌。来，到看起来像我在唱的样子。没有人开口。剧唱伊朗国歌，对他觉得我就是表达他的我们讲的政权的不满，直接跟你讲说我不上就不上。我们刚刚讲那些人都还好，这些人回国是会被清算的，他们都是名人他们都是国家队代表那你看连这个人是纳坦雅胡的政敌他叫做贝内特，他都在他的桌上拍一个影片，他把这个沙漏倒转，你知道是什么吗 ？Time is up， 谁的 time is up？ 你哈米尼。时间到了，你神学院赚钱，时间到了。等到这个沙漏走完的时候，倒数计时了。对，我替你的死亡，替你的政权结束做倒数计时。只要沙漏一走完的时候，各位，抱歉，伊朗即将变天。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情出击。